我叫 Chris， 北京长大的，来温哥华也有将近11年了。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可能自己英语也不是很好，因为毕竟我们在国内并没有受到过太多的英文训练。但来这儿第一件事我就知道得好好学英文，所以说才能更好的去交当地的朋友，然后去融入当地的社会。当时的目标就很明确了，我当时就是积极的去只跟非中国人进行交流。当时我就把自己想象成就不是中国人，我就不能跟任何中国人有任何的接触。这样的话呢，我的英文才能提高嘛。因为我可能有这种信念跟态度。当时我3个月就从 ESL 毕业了，然后同时呢，我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肯定。其中呢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当时的第一个 ESL 老师叫 Mr. Williams， 他就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然后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比较好学一些，他对我的印象非常好，然后我们俩就慢慢成了朋友。直到后来呢，邀请我去他家玩还给我做烤肉做 barbecue。对，然后他就会教了我很多只有当地人才有的一些，比如说语言的方法呀，或者教出很多错误。有足饭饱之后，他跟我说，其实我是同性恋。当时我也刚来加拿大可能半年吧，刚从国内过来，也没有任何同性的概念跟任何的意识，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一个话题了。我说 OK， 这个当时我其实有点 shock， 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那么让我惊讶，你知道吗？因为毕竟来这半年之后呢，我也见了很多在国内见不到的事情。所以当时跟我说他是同性恋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但是同时也是让我第一次对同性恋这个世界就是打开了一扇了解的一个窗口吧。然后他也跟我讲解，比如说在同性恋的世界里呢，我们都是很尊重对方的，对吧？我跟你在一起，比如邀请你出来玩的，并不是说是我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意思，但我就是说，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学生，也是很好的人，就跟在一起的话，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同时那件事情对于我来说的话，也是感觉加拿大真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任何事情在这里都是可以自由的去生长的。麦克的话是我在加拿大的，就是自己出来住的第一个室友，也就19岁到20岁之间吧，也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麦克是个伊朗人然后他的职业呢现在也未知，但我只知道他是可能是一个以打地下拳赛为生的一个半职业的拳击手，但其他他在干什么，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是很清楚。我遇见麦克之后呢，感觉他豪爽的性格挺吸引我的，然后我就觉得跟你住一起应该挺有意思。刚开始一起住的时候，感觉一切都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挺刺激的，因为毕竟每周末就有不一样的 party， 在上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也好见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当时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乐在其中的，但是之后呢，就可能觉得我的所有的成绩，然后当时还上大学嘛，就报了5门课，可能4门课都是 F， 都是 fail 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事可能就不对了，然后我就跟麦克进行交流，说我觉得可能这事儿我得搬出去了，不能这么干了，对吧？然后麦克当时他还挺不同意，因为说我们合同还没到，为什么你就要搬走？因为当时我也年轻，就是可能还太小，而且麦克又是人高马大，然后平常呢就是跟那个很多江湖上的朋友们都有来往，而且在我家里的话，我也见到很多就是当地可能是黑帮派成员的一些人，然后还跟他们一起喝茶，一起聊过天。然后当时我就说 OK， 那行吧。但又过了段时间之后，我说那这事儿真不能这么做了，因为我的整个的人生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感觉必须得提出一个事情，就说这事儿就是必须到此为止了。麦克说 OK， 那这样，那既然那么坚持的话，那我们就办一个北温最大的派对，我们就彻底就是 say goodbye， 我们把整个派对的信息都发在了 Facebook 上，那么写着所有人都 welcome。 就那天就是很魔幻，我们派对从6点开始，到晚上可能12点结束，这12点是被警察叫停了，但整个派对可能来了得有100个人，群魔乱舞吧。我如果用一个词可能叫群魔乱舞。然后之后呢，最后我们还被警察去询问，他去带话，有个人好像在我们派对上还犯了一些事情。所以说那段经历之后，我对我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这段经历虽然玩得很过头，但是呢，从我现在角度往回看的话，我其实并不后悔这段经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学习经验跟价值的。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没有这段经历的话，我相信我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中可能还是会重蹈这个覆辙，但我很庆幸的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并不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融入当地社会，或者是每个人都不需要去，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问题。在这时间待了稍微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当地很多的华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呢，其实不管来这时间多长，还是一个华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错失了很多
当地国外可以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多元化的一种体验。从我角度看来的话，融入当地社会其实很有必要。有2个点，对我来说这2个重要的点，一个呢能体验，就能提高你人生的一个厚度，一个精彩的程度，让你体会到就是你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角落的一个不同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新鲜的一种养分，同时呢也能在人生以后，比如说 career 安排上有更多的选择。But that's not like what we do usually, though. You know what I mean? Like we share so much, similarities with one another. Like it is truly amazing. It is truly amazing. How similar we are and how apart we are geographically. Holy shit, man. Right? 我在2017年的时候去了 Guillermo 的老家萨尔瓦多了一趟。Guillermo 在跟一个法国的小伙叫 Rolando， 他们2个在商量春假的计划。Guillermo 就说：“哎 ，Rolando， 你干嘛不来我国家玩2周呢？”Rolando 当时说：“行，没问题。”然后我当时就听到，我说：“我能参与吗？”就非常的 random， 非常的随机。然后 Guillermo 也是人非常好客，说：“没有问题，那来吧，一起来。”在上飞机的头一天晚上，又遇到了一个德国小伙叫 Niels， 那个人是 Guillermo 都没见过的人，是 Rolando 的室友。这样我们4个人呢，就拿着4本不同的护照上了飞机，一起去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过的这种中美小国叫萨尔瓦多。然后但那一路上，我觉得真的是给我开了很多的眼界，不光是从他们当地的人文风光来说，更多的也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自己，在这个地球上可以扮演的很多的角色，并不是说是只能说是一个可能在以前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墨守成规的，只能是别人告诉你的角色。同时呢，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多样性，从而你会从自己的发现中找到属于自己在属于世界的一个地位，是世界的位置。值得一提的一个经历呢，就是Guillermo 交了他自己当地的一些朋友，我们去一个海滩的 beach house 里，就年轻的少男少女在一个小的游泳池里，可能聚集了7、8个不同国家的人，看着同一片天空，听着海浪撞击那个沙滩的声音。当时我就想，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并不是说我是想沉迷于这种 vacation 的生活，但是我是沉迷于这种不同文化给我带来一种感官的一个冲击，加上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富足。所以当时我就想，以后如果说我从事任何行业的话，我一定要跟multiculturalism 多元化的文化挂钩。不惧怕别人的眼光，和不惧怕自己内心的一个恐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是走不出去，是因为自己内心是有恐惧的，就大家担心别人嘲笑我该怎么办，或者是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或者别人我如果说一句话之后，别人说不好意思你在说什么，这种的话对于自己其实是很大的心理压力但一定要克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必须要克服的。文化这个其实你得自己经历嘛，对不对？但语言这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大家都能说，也可以看很多的美剧进行入手，同时呢看到很多动画片也是可以的，像辛普森一家呀，这个就是我非常推荐的，对吧？他真的算是，真的是豪爽，我就体会到什么叫豪爽这2个字。对，就是他对朋友也是也从来没有在客气的，来走起那种。那基本上 Chris 也是一个蛮愿意接受新事物跟新观念的人。对，所以在交流过程中，我常常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见解。我觉得就是在我跟很多一些还蛮成功人相处的阶段下，我发现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会 make a play， 他们有个 strong goal， 然后他们会去分析各种利弊。对，这个也启发了我很多。I'm a lonely person. I like to spend time with myself. So I would say that Chris takes a part of me. It's part of my personality, part of my way of seeing the world. So I appreciate this guy because not just we share a lot in common, but he also drives me to be better and to have more ambitions. So that's all what is friendship about, right? Having someone for the bad times and having someone that inspires you. You know, I'm kind of saddened because Ian's gonna leave us for Taiwan. But you know, it's just too bad for me. I cannot travel to Taiwan right now. But you can drive to El Salvador. You can be to El Salvador. He can go to El Salvador too. That's right. Yeah. Maybe this is gonna be the meeting Next point. plan? Meeting point. A meeting point. Yeah. So His house. You know, his house. Yeah. Let's do that. Cheers. Man. Yeah, let's do that. Yeah. Cheers.